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我们用真实的人物与事件拆解加密史和最新的趋势，一起升级加密认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2024年的3月28号，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站在被告席上，他曾经标志性的爆炸头，如今呢软趴趴的垂在脑后。法官宣判25年的监禁，110亿美元赔偿。这个刚满32岁的男人此刻面无表情，仿佛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判决。就在18个月前，他还是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身价260亿美元，控制着全球第2大加密交易所。他请过超级万明星拍广告，与克林顿同台演讲，被《时代》杂志评为下一个巴菲特。但现在呢，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角，80亿美元客户资金人间蒸发，上百万的受害者血本无归。更讽刺的是，判决的前一天，他还在监狱里面教其他的囚犯如何理解加密货币。狱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教授”，不知道他就是毁掉整个行业信任的那个人。媒体疯狂的报道，加密巨骗获刑25年。FTX 帝国覆灭，真相曝光，有效的利他主义的最大讽刺。判决的当天，比特币价格剧烈震荡，整个加密市场仿佛在为这个时代的终结而默哀。他的父母呢，坐在旁听席上，两位斯坦福法学的教授，看着自己的天才儿子成为联邦的重刑犯，母亲泣不成声。那么他究竟是谁呢？有人说他是误入歧途的天才，智商170，MIT 的物理系的高材生。有人说他是精心算计的骗子，用慈善外衣掩盖贪婪的本质。更多的人叫他 SBF Sam Bankman-Fried 的缩写，一个曾让华尔街颤抖的名字。他曾说要捐出所有的财富拯救人类未来，结果却偷走了别人的未来。他曾说要让金融民主化，结果呢却玩起了最古老的庞氏骗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卷发的天才是如何在3年以内从0到320亿的估值，又在3天之内彻底的归零的。是什么让一个声称要拯救世界的年轻人最终成为摧毁无数人希望的恶魔？这个故事关乎天才、贪婪、谎言以及人性当中最危险的傲慢。1992年 Sam Bankman-Fried 也就是 SBF 出生在加州的 Palo Alto， 硅谷最富裕的社区之一。他的家庭背景堪称完美的精英模板，父亲约瑟夫·班克曼，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专攻税法；母亲芭芭拉·弗里德同样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教授，研究法律伦理。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其实充满了理性至上的冷漠。家里边餐桌上的对话不是关心彼此的生活，而是辩论功利主义的哲学，计算如何让世界效用最大化。8岁的时候，别的孩子收到的是玩具， Sam 呢收到的是一本博弈论导论。父亲说，理解数学就理解了世界运行的规则。 Sam 确实是个天才，14岁就能心算4位数的乘法，高中参加数学的奥赛轻松夺冠。同学们都觉得他是行走的计算器，但他也是个怪胎，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午餐永远一个人对着笔记本来编程。高中老师回忆说， Sam 总是在计算考试的得分的效率，计算社交的时间成本，甚至计算要不要帮助同学的得失比率。2010年 Sam 进入了 MIT， 主修物理，辅修数学。在 MIT 期间，他沉迷于一个概念，有效利他主义。简单说就是赚最多的钱，然后捐出去，做最大的善事。他加入了 MIT 的 EA 社团 Effective Altruism 有效利他主义。在那里，他第一次找到了同类，一群相信用理性和数学可以拯救世界的年轻人。2012年的一次社团聚会，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30岁以前赚到1亿美元。别人在开玩笑， Sam 却认真地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列出了27种可能的路径，排名第一的是去华尔街做量化交易。社团的成员威尔·麦卡斯基后来成为 EA 的运动领袖。他回忆说， Sam 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功利主义者。
他真的相信一切都可以被量化，包括道德和情感。大学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深刻影响了 Sam 的世界观。一次慈善的募捐活动 ，Sam 负责统计捐款，他发现了一个悖论：花$1000办活动，只募集到了$800。他愤怒地对组织者说：“这个是负效用，不如我直接去赚钱，捐2000出去。”从那时起，他确立了人生信条：赚钱是最高效的慈善。2014年 MIT 毕业 ，Sam 直奔华尔街，加入了 Jane Street Capital 顶级的量化交易公司。Jane Street 不是一般的公司，这是华尔街最神秘的印钞机，每年的利润数十亿，员工不到1000人。Sam 的起薪就有$30万，但他依然住在和室友合租的公寓，每天只睡4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研究套利模型。他的上司回忆道 ，Sam 是个交易机器，能同时监控20个屏幕，瞬间发现价差，执行速度比别人要快3倍以上。但Sam 不满足于打工，他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2017年，加密货币 ICO 疯狂的牛市，比特币从1000涨到了$2万。Sam 嗅到了血腥味儿，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机会：泡菜溢价。同一个比特币在美国卖$1万，在韩国能卖$15000，价差高达50%。这是因为韩国的资本管制，韩国人疯狂买币，但比特币的供应有限，造成了巨大的溢价。Sam 立即辞职，说服了几个 Jane Street 的同事，创立了 Alameda Research， 专门做加密货币的套利。公司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Alameda 是加州的一个县。之所以选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听起来让它很无聊，不会引起银行的注意。2018年的年初 ，Alameda 开始疯狂的套利，每天呢在各个交易所之间搬运上千万美元的币。最疯狂的一次，他们在10分钟以内赚了$100万。团队成员后来回忆，感觉就像在印钞票，但很快问题就来了。现有的交易所太慢、太贵、太不稳定，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宕机，导致错过套利的最佳时机。有一次严重的宕机，让 Alameda 损失了$300万。Sam 砸烂了键盘，对团队的成员咆哮道：“这些垃圾交易所根本就配不上我们的算法。”2019年4月，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我们自己来做交易所。FTX Futures Exchange 的缩写，专注衍生品交易，这是 Sam 的野心的体现。他不想只做另外一个币安，他要做加密领域的智商所，提供最复杂的金融产品。从想法到上线只用3个月。Sam 亲自写核心代码，每天工作20个小时，累了呢就在办公室的睡袋上睡一小会儿，醒来继续写。团队只有15个人，但个个都是精英，一半来自 Jane Street， 一半来自 Google、Facebook。FTX 的创新也令人惊叹。第一，革命性的风控引擎。当其他的交易所还在用简单的爆仓的时候， FTX 推出了自动减仓机制，大幅降低了穿仓风险。第二，产品的创新疯狂。最早的股票 RWA 的雏形 FTX 让人直接交易特斯拉、苹果，预测市场，读总统的大选结果，波动率合约，直接交易市场的恐慌指数。第三是用户的体验机制，一键跟单，小白能复制大神的操作，组合的保障金，资金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上线的第一天，交易量就突破了$1亿，第一个月10亿，第一年100个亿，增长的速度连 Sam 自己都被吓到了。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是在造火箭，而且已经点火升空了。”但真正让 FTX 起飞的是2020年的 DeFi Summer。Sam 敏锐地意识到了 DeFi 将改变整个金融的格局。FTX 第一个上线大量 DeFi 代币 Uniswap、Ivy、Compound。更疯狂的操作是 FTX 推出 Serum， 一个基于 Solana 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直接对标 Uniswap。这个相当于中心化交易所自己来革自己的命。业内的人都觉得 Sam 疯了，但 Sam 的逻辑非常简单，与其被别人给颠覆掉，不如自己颠覆自己。Serum 的 ICO 募集了$1.35亿，SRM 代币一周涨了1500%，Sam 的身价瞬间突破了$100亿。2021年
FTX 进入了超速模式。2021年至2022年是 FTX 的黄金时代，也是 Sam 的权力的巅峰，数据令人瞠目结舌，日交易量150亿美元，估值320亿美元，用户600万，员工300人，人均创造价值1亿美元，这个效率华尔街都要跪下了。Sam 开始疯狂的扩张，但不是普通的商业扩张，而是买下整个世界。体育营销最疯狂，1.35亿美元买下了迈阿密热火的主场冠名权，改名 FTX Arena。2.1亿美元赞助电竞战队 TSM， 超级碗广告请来了汤姆·布雷迪。有人质疑 Sam 烧钱烧得太猛了， Sam 的回应：这不是花钱，是投资信任。政治现金更加惊人。2022年的中期选举， Sam 捐了4000万美元给民主党，成为了第2大金主，仅次于索罗斯。他频繁地出入于国会山，与议员们讨论加密监管，被称为加密货币的华盛顿代言人。一位国会的助手透露， Sam 来的时候总是穿着皱巴巴的 T 恤，但议员们都非常认真地听他讲话，因为他的支票从来不跳票。媒体的包装也堪称完美。 Sam 打造了完美的人设，开丰田的卡罗拉，不是法拉利，住公司的宿舍，和员工一起吃素食，关心动物的福利，承诺捐出99%的财富。财富的杂志封面，加密世界的罗宾汉，时代的专访标题，下一个巴菲特 No， 他比巴菲特更伟大，连金融大鳄都被征服了。红杉资本投资了2.1亿美元，淡马锡2.75亿美元，软银1亿美元，甚至贝莱德也来了。在投资人的尽职调查会议当中， Sam 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回答问题。我可以同时做2件事，但这份傲慢反而被解读为天才的特质。一位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创业者，可能也是最古怪的。2022年的2月，超级碗广告播出 Don't be late， 暗示不买加密货币就会错过未来，广告费3000万美元，30秒。那一刻 Sam 站在了世界之巅，福布斯的富豪榜最年轻的 Top 100，身价240亿美元，年龄30岁。他在 Twitter 上说，我每赚1亿美元就意味着能够拯救10个人。但他不知道，或者假装的不知道，这些钱根本就不是他的。表面的辉煌下隐藏着惊天的秘密。FTX 和 Alameda Research 本应是2家独立的公司，交易所和做市商必须有防火墙，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体两面。Sam 的左手和右手，更可怕的是 FTX 在偷偷的挪用客户的资金，给 Alameda 填窟窿。这个秘密只有核心圈的人才知道。Sam Bankman-Fried、Caroline Ellering、Alameda 的 CEO、Sam 的前女友 Gary Wang、FTX 的联合创始人，他们有个私密的群聊，名字叫做 Wire Fraud， 陷入欺诈。这个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名字。2022年的5月 ，Luna 崩盘，加密市场血流成河 ，Alameda 损失30亿美元，濒临破产。正常的情况应该申请破产，但 Sam 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从 FTX 的客户账户借钱来救 Alameda， 不是真的借，是直接挪用，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任何的记录，只是在后台改了几个数字而已。Caroline 后来作证说 ，Sam 告诉我这只是临时的，市场恢复以后就会还回去。但窟窿越来越大，从10亿到30亿，再到80亿，他们开始疯狂作假，虚构收入，夸大资产，用 FTT 平台币做抵押，而 FTT 的价值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操控。一份泄露的资产负债表显示 ，Alameda 140亿美元的资产当中，58亿是 FTT， 36亿是由 Sam 控制的币，真正的现金不到10个亿。这个就像用自己印的钱抵押借真钱，然后呢再印更多的假钱。更离谱的是，客户在 FTX 的资金根本就没有隔离存放，而是混在一起，印了 Alameda 的账户，这违反了金融行业最基本的规则。但 Sam 不在乎，他相信自己能够算出一切。公司的内部也奢靡成风，巴哈马总部3500万美元的豪华公寓，员工的派对一晚上烧掉100万美元，私人的飞机随便用。Sam 自己也不再是那个朴素的天才，他沉迷于兴奋剂，
每天吃大量的药物来保持自己的专注，经常72个小时不睡觉。一位前员工说，后期的 Sam 完全变了，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像是活在自己的幻觉里边。2022年的11月2号 Quandex 发布了重磅的报道，曝光 Lambda 资产负债表，揭露了 FTT 占比过高。这篇文章点燃了导火索。2022年的11月6号周日，币安的 CEO 赵长鹏发推，鉴于最近曝光的信息，币安呢将清算所有的 FTT。这条推特价值80亿美元，因为它引发了 FTX 的挤兑潮 ，FTT 的价格瞬间腰斩，从22美元跌到了11美元，恐慌开始蔓延。11月7号周一，提现请求如潮水般的涌来，24个小时以内60亿美元提现请求。Sam 慌了，他知道账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钱全都在 Lambda 的窟窿里边。他开始疯狂的发推特 ，FTX 没事儿，资产充足，1:1的储备，但没有人相信，继续提现，系统开始技术性的故障，实际上呢没有钱了。11月8号周二，绝望的 Sam 给 CZ 打电话，请求币安收购 FTX。几小时以后，币安宣布签署收购意向书，市场短暂的恢复平静，但这个平静只维持了24个小时。11月9日周三，币安尽职调查团队看到了 FTX 的真实账目，被吓坏了。这不是资不抵债，这是彻底的欺诈。客户的资金缺口80亿美元，财务记录一片混乱，甚至用 Excel 管理数十亿的资产。CZ 立即宣布放弃收购，问题超出我们的能力。这个相当于判了 FTX 死刑。11月10号周四，最后的24个小时， Sam 像疯了一样给全球所有可能的投资人打电话，沙特的主权基金拒绝，硅谷的巨头拒绝，连孙雨晨孙哥都拒绝了。巴哈马总部员工开始逃离，有人直接去机场，连东西都不收拾。公司 Slack 里边员工在咒骂 Sam， 你这个骗子，我的股票期权完蛋了，客户的钱该怎么办呢？11月11日周五， FTX 正式申请破产。Sam 辞去 CEO， 从世界第2大交易所到申请破产只用了72个小时，这是金融历史上最快的崩塌，快过雷曼兄弟，快过长期的资本，快过任何人的想象。破产文件显示，负债90亿美元，受影响的客户100万人，前50大债权人里边损失30亿，最大的个人债权人损失2.3亿美元，一生的积蓄灰飞烟灭。破产后的 Sam 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接受媒体的采访，推特直播，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搞砸了，但我不是一个骗子，只是风控没有做好，我也是受害者，但证据铺天盖地。2022年的12月12日 Sam 在巴哈马被捕，引渡回美国，保释金2.5亿美元，美国历史最高。父母用房产来担保，他被软禁在父母家中。2023年的10月，审判开始，最致命的证人是他的前女友 Caroline， 他详细的供述了所有的犯罪细节。 Sam 知道一切，是他让我挪用了客户资金，他说这是为了更大的善。 Gary Wang 也转为控方证人，我按 Sam 的指示写了后门程序，让 Lambda 可以无限的透支，连 Sam 的室友都作证。他经常说普通人太愚蠢，不配管理自己的钱。陪审团只用了4个小时就达成了一致，7项罪名全部成立：电汇欺诈、串谋欺诈、洗钱。2024年的3月28号宣判25年的监禁，110亿美元赔偿。法官 Lewis Kaplan 说，被告知道自己在撒谎，知道自己在偷窃，他的歉意毫无诚意。最讽刺的是 Sam 在法庭最后的陈述说，我的人生的目标是帮助其他人，我失败了。但真的是在帮助其他人吗？他毁掉了100万人的积蓄，摧毁了整个行业的信任，让有效利他主义成为了一个笑话。现在 Sam 在纽约监狱服刑，号码35835-510，和其他的金融罪犯关在一起。狱友说，他还在教别人数学，还在谈论改变世界，似乎还没有醒悟。他的父母呢，斯坦福的光环黯然失色，2位法学的教授不仅儿子入狱，自己呢也被卷入诉讼，被指控参与洗钱。他们的豪宅被债权人给盯上了。
那是用 FTX 的资金买的，价值1600万美元，现在可能要被摧毁。FTX 的新的 CEO 张瑞，破产重组专家，曾处理过安然破产案。他说，40年的职业生涯里边，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公司控制失败，财务报表是虚构的，内控形同虚弱，用 Excel 来管理数十亿的资金，这不是公司，是私人的王国。破产重组进展缓慢，客户的资金追回率预计不到50%，很多人的毕生积蓄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受害者说，我存了20年的退休金全在 FTX， 现在65岁还要继续工作。另一位年轻的交易员说，我相信了 Sam 的愿景，把所有的钱全都放了进去，现在呢，我睡在车里。整个加密行业遭受重创，监管全面收紧，投资人不再相信天才创业者的故事。红杉资本2.1亿的投资归零，公开道歉，我们被骗了，内部备忘录被泄露，这是红杉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软银的孙正义，我看走眼了，被他的理想所蒙蔽。但最大的损失不是钱，是信任。加密货币本应该是去信任化的革命，结果最大的交易所却要求用户绝对的信任，而这份信任却被 Sam 彻底的背叛。回看 SBF 的故事，像一个现代的伊卡洛斯，他有最聪明的大脑，最好的教育，最多的资源，最大的舞台，但傲慢让他相信规则不适用于天才，数学可以合理化一切，包括偷窃和谎言。他口口声声有效利他，实际上呢，却是在有效的利己，打着拯救世界的旗号，干着毁灭他人的勾当。最讽刺的对比 ，CZ 建立币安，相信代码和数学，最后呢向法律低头，公司存活。SBF 声称相信理性和计算，却沉溺于欺诈，彻底毁灭。一个接受现实保住了低谷，一个活在幻想，失去了一切。现在呢，加密世界继续前行，比特币创新高，以太坊依然坚挺，新的交易所崛起。但每个人都记得2022年11月那个黑暗的星期，当 FTX 倒下的时候，整个行业都在问，我们还能相信谁？答案或许是不要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代码，只相信去中心化，只相信那些真正不作恶的系统。这个才是中本聪的初心，也是加密货币存在的意义。Sam Bankman-Fried 这个名字将被永远的钉在加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是作为失败的创业者，而是作为背叛者，一个背叛了整个行业信任的天才骗子。他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金钱面前，智商不等于品德，学历不等于诚信，理想可能只是贪婪的遮羞布。这个呢，就是 Sam Bankman-Fried 的故事，一个关于天才、贪婪、傲慢与毁灭的故事。他曾站在世界之巅，最终呢跌入深渊，带着无数人的希望一起来陪葬。他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在加密世界，技术可以革新，但人性依旧。去中心化的理想很美好，但中心化的诱惑更大。有人呢可能会告诉你，相信我，我是为你好，但请记住 FTX 的教训。好的，这里是加密星球故事会，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的故事内容，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记住，在加密的世界里边，永远要做自己的银行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